难开高热，爽就站起来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湾二男。今天这个节目呢，我们要来跟各位聊聊一个非常有趣的排行榜哦。那相信大家呢，最近应该都看了台湾花枝丸跟熊哥的角色强度排行榜哦。那其实我之前也一直有想要去做角色排行榜的系列，但是呢，我总觉得其他人都在做这件事情，我也一起来做，那就有点太无聊了。而且我自己本身呢，也不敢主打说自己是一个技术型玩家，所以要我来排这个角色的强度啊，它参考的价值呢，可能也不高。毕竟我背后呢也没有什么团队啊，有什么小七恩啊，有什么龙本川啊，我呢背后的团队呢，大概就只有儿嫂跟我的女儿而已了。所以呢，今天我就来做一个比较有趣的角色排行榜，那就是角色斜度排行榜。那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在全明星街球派对当中呢，除了我们几个主流的 T0、T1 的角色之外呢，有一些角色啊是那种人家看了就会想要开喷的角色哦，什么红兽啊、克劳佛啊、彼得森啊、Brad Miller 啊这一些啊。那么到底哪一些角色是真正的斜咖，也就是斜咖中的霸主呢？斜咖中的霸主那是什么？还是斜咖？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用几个真实数据，包括游戏里面的排行等级来佐证到底哪一个球员是我们全明星街球派对当中的斜咖中的霸主？好，那我们先来讲一下我们的评判标准，到底怎么样一个角色他才可以获得比较高的斜咖分数呢？首先呢，我把台湾花枝丸跟熊哥这里呢的角色列的等级呢，通通都给它列出来了。包括呢哪一个是 T0 啊、T1 啊、T2、T3 啊，那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写一个1哦，代表呢它就是 T0 的角色，因为它必须要有这个分数加成。好，那么我们呢总结了台湾花枝丸跟熊哥的角色强度排行榜呢，我们把他们的强度排行做个平均哦。什么叫做平均呢？比如说字母哥呢，花枝丸跟熊哥都说他们是 T0， 那他最终的决定排行就会是 T0。那如果说呢，有的角色像是他们有意见分歧的，比如说呢，像花枝丸说，他是 T1。这个 Paul George 是 T1， 然后呢，熊哥说呢 Paul George 是 T2， 那么呢，他的最终评价就是 2.5， 就是 T1.5 以此类推来计算哦。总之呢，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大概的排行哦。排行说这个角色的客观强度大概是在什么位置哦。好了，那么一个角色呢，邪不邪呢？到底是由谁来决定呢？如果只是由我自己讲呢，那这一个排行榜呢，可能就会变得太过主观。所以我们今天呢，导入了球员的真实数据。那这个真实数据呢，通通都是从这个叫做 StatMuse 的这个网站上面去查的。你只要输入这个球员的名字，你就可以从这个上面呢去搜寻到这个球员他本季以及他生涯的所有数据。那么我们这次导入的真实球员数据呢，如果是现役球员的话，我们就会用他本赛季的数据，比如说像 Stephen Curry 每一场平均上场 31.2 分钟，平均得分是 22.3 分等等的这样的数据。那如果有些角色像是 Paul Gasol 他已经退休了，那么我们就会用他的生涯数据来做统计。那我们球员效率值的计算方式呢，如同我们字幕上面写的哦，这边就不多做赘述了。那么这个斜咖指数的计算方式呢，就是把它的加成分数去除以这个球员的球员效率值。大家都知道，这个球员效率值呢，它越高，代表一个球员他在现实当中的表现是越好的。那么斜咖指数这样计算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要去计算一个角色他实际的强度。如果他在现实当中的表现越好，他的 PER 值球员效率值就会越高。那么越高呢，只要把它放在加成分数的分母呢，它的斜咖指数就会有效的降低，代表这个角色呢，他在现实很强，在游戏里面也很强，那他的斜咖指数呢就会是非常非常低的哦。所以最终呢，这个斜咖指数啊，只要越高，代表这个球员呢，他不管是场下还是场上，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斜咖角色。好，那这边有几点呢要提醒一下啊，因为呢有的球员呢他是原创角色，或有的球员呢他并不是打 NBA 的球员呢，所以这些球员呢我们就不纳入考量了哦。比如说像是李梦啊，那比如说呢像是胡里奥啊，我们就不列入了，毕竟啊他又不是 NBA 球员，你凭什么要求他要跟人家 NBA 球员有一样的水准呢？对吧？不过呢，当我在找寻这个球员资料的时候呢，我其实找到一个蛮有趣的数据，就是我试着去查询李梦的
球员资讯的时候呢，我发现，哇操，中国大陆的这个球员评价的网站相当有料啊！你不只可以查到一个角色他的3分命中率、他的平均篮板、助攻、抢断之外，你还可以知道他今天的体力跟情绪，还有智力，还有球员的平均智力是多少。哇操，这数据相当牛逼 ，NBA 的网站都没有办法这么牛逼，他可以这么牛逼，我觉得实在是厉害了。好了，这是一个题外话啦。总之呢，让我们就开始排名吧。我们最不斜咖的球员有哪一些呢？我们就直接把它呢全部都摆上来，这些都是我们的斜咖指数呢低于 1.5 分的球员哦。那首先呢，最不斜的球员呢，就是我们的字母哥啦。他的分数呢是所有球员里面呢斜咖指数最低的，是 0.9 几分而已哦。好，再来呢就是我们的 Nikola Jokic。虽然呢他在游戏当中的表现不如预期，但是这个角色呢，他因为在现实当中的分数实在是太强了，所以他在现实当中的表现呢，成功的把他游戏当中的评价呢给补了回来。所以这个角色呢，他目前可以说是一个完全就是在等待加强的角色啊。再来呢，有一点也让我蛮意外的，虽然呢这个角色他在本季的表现呢，不能说是非常好，但是他在游戏里面呢，因为经过了一个大强化，所以他现在呢也变成一个炙手可热的优先墙角的角色啊。好，再来呢就是我们的 Hakeem Olajuwon。还有 Joel Embiid， 好，再来呢是我们的 Anthony Davis 跟我们的 Stephen Curry， 然后就是我们的塞尔提克与 FMVP 擦身而过的男人 Jason Tatum， 最后一个就是在这一次经过一个大强化，防守还是一样跟断了腿一样的 Kevin Durant。好，那这个呢就是目前为止所有的斜咖指数呢低于 1.5 分的角色，但是呢我们还是不能忽视掉字母哥垫脚 Attack Your Ankle 的事实，所以呢我决定呢要把字母哥排名上调1名，增加他的一点斜咖指数。还有恩比德受伤哭，所以呢我决定要把他再上调1名。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前面几个的比较不斜的角色了。好的，那再来呢就轮到我们的 T3 排行哦。好，那这次我们抓取的分数范围呢会是在 1.5 以上到2分的球员。好，那首先呢就是我们的 Paul Gasol， 还有再来是 Jimmy Butler、LeBron James。 那 Paul Gasol 呢，这是因为他在游戏当中的排名太强了所以呢给他减少一点斜咖的分数，但是呢他现实的表现呢，其实平均数据下来呢，并没有像前几位 T0 的角色一样这么的出色，所以呢他整体的斜咖指数呢就被他游戏当中的强度给拉低了。那 LeBron 呢同样也是一样，现实的表现太过出色，所以拉低了他这个斜咖指数，虽然他在游戏当中的排名呢也真的没有到很强了。好，再来呢就是我们的 Kyrie Irving 跟我们号称19年乔丹的 Kawhi Leonard。 这个角色呢，我引用的数据呢是引用23到24年的平均数据，因为他这一季呢都还没有上过场只能说这打球没缺点，缺点不打球，所以针对这一点呢，我可能还是会把它呢上调到 T2 的斜咖角色的分数，给他加一点点分数。好，再来呢就是我们的 Ben Adebayo 跟 Dirk Nowitzki， 还有 Jaylen Brown 跟 James Harden， 然后再来呢就是 Zion Williamson 跟 Capella。 其实这一点我还蛮意外的， Capella 竟然呢没有被放在斜咖榜单的前几名还有 Zion Williamson 也是一样但是 Zion Williamson 的数据呢其实不太能够参考，因为他本季只打了6场。针对这一点呢，我会想要把 Zion Williamson 再上调一个斜咖角色的等级那 Capella 呢，我相信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他现在就是一个被迫蹲坑的角色，在这个游戏里面呢，基本上你现在拉不住空间的角色就是没什么用的，所以你选他出来呢，大概率就跟斜咖挂上钩了。所以呢，我可以直接把 Capella 再上调一个分数到 T2 的位置。那以上呢，这个 T3 的球员呢，大概就到这个地方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 T2 的球员有哪一些好，各位，现在我们的位置越来越往上咯，越来越往上就代表我们越来越接近我们这个真实的斜咖咯。好，那首先第一个中枪的就是我们的 Porzingis。 这个角色呢，现实跟游戏里面呢都相当的可悲现在都是属于上不了场的阶段，所以呢在 T2 我觉得呢算是当之无愧的一个排名再来就是我们的西亚康，再来 PG13。 那 PG 呢虽然在游戏里面的强度呢还 OK， 但是呢他本季由于在76人呢从头到尾都还在绕赛当中，所以他的斜咖分数呢就被他现实的表现呢给拉上来了一点点再来下一个斜咖球员就是我们的 Chris Paul，然后再来就是 Tracy McGrady， 本季被大幅下降好，再来呢就是我们的 Devin Booker，
那 Devin Booker 呢，虽然这一季的表现呢也还可以，但是呢他在游戏当中的强度呢被熊哥还有花枝丸呢评得一文不值，所以呢很开心他被列在我们的斜咖排行榜 T2 的位置。好，再来下一个斜咖球员呢，同样也是 T2 的分数啊 ，Zach LaVine。那 Zach LaVine 呢，这个角色他在游戏当中呢，基本上现在就是已经完全出不了场之外呢，他在现实当中的数据呢，虽然相当的好，但是呢，大家都知道 Zach LaVine 这个球员呢，只要他在哪一队都输球啊，所以我个人呢会想要私心把 Zach LaVine 上调一名，变成 T1 的存在哦。那 LaVine 之后呢，再来就是我们的诺基奇了。那相信大家都知道，诺基奇这个角色呢，基本上也是相当的邪哦。再来呢，就是 Russell Westbrook、Ingram、Gordon、Adams、DeRozan 这几个呢，都是属于这个不上不下的，就是有一些绝活哥呢，很喜欢用这些角色，但这个角色呢，就真的是不强哦。所以他的斜咖分数呢，虽然没有到是非常高到 T0、T1 的等级哦，但是这些角色由于在游戏当中的强度呢褒贬不一，所以呢，他都还是被上升了一些斜咖角色的分数。CJ McCollum， 最后一个就是 Jonathan Kuminga。好，那以上呢，这个大概就是呢我们的斜咖分数呢，位于2分到 2.5 之间的斜咖指数的角色了。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 T1 的位置啦。那这次呢，我们评价的分数呢，会是在我们的斜咖指数在 2.5 到3分之间的角色。好，接下来呢，就轮到我们 T1 的排行啦。各位，到了这个排行呢，基本上这些角色只要你拿出来呢，绝对没有人呢敢说你不斜，你肯定就是一个斜咖中的斜咖，但是呢，还没有到非常斜的等级。所以呢，就让我们来开始看看斜咖指数呢，在 2.5 到3分之间的球员到底有哪一些。首先，第一个 Brett Miller， 当之无愧的斜咖角色，也就是我最爱的飞利浦哦，斜咖中的斜咖。再来是我们的 Andrew Wiggins。好，那由于呢 Jamal Murray 本季落赛，再加上呢，他虽然在这一次的改版当中呢，有一些 buff， 但是呢 buff 之后呢，实测下来的结果呢，真的也不强，所以导致了他的斜咖分数呢也有所上升。再来下一个是 Antonio McDyess， 就是我们的敬爱的罗罗。那罗罗呢，同样也身为一个斜咖角，但是有的时候呢，还是可以拿出来虐菜。那我个人呢，会因为自己一点的私情所以我决定呢，我会把罗罗上调一名到这个 T0 斜咖角的位置哦。毕竟呢，大家也知道，罗罗永远的神不解释。好，再来下一个呢，就是我们的 Ray Allen。那 Ray Allen 这个球员呢，他的生涯数据其实是打得不错，但是呢，由于本季太多人拿 Ray Allen 当一个顶头仔，只会侧投而不会去篮下空切。所以呢，这个角色也荣登了 T1 斜咖角的位置。再来下一个就是我们的珍妮佛罗培兹，你攻击我的村庄。这个角色呢，由于熊哥和花枝丸给他的排名呢都不是相当的高，所以呢就导致他的排名呢现在是处于 T1 的位置。再来下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人类蠕动精华 Kyle Anderson。 那这个 Kyle Anderson 呢也是一样哦，现实当中的数据呢相当的惨淡了。虽然呢他是一名防守悍将哦，但是这边呢我必须要为 Kyle Anderson 平反一点哦，就是呢我们计算这个球员效率值呢，其实它是有点不太公平的，它更容易去忽略掉防守型球员对于球赛的贡献，所以我个人呢会决定要把 Kyle Anderson 呢下调一名哦，因为呢他在勇士队呢还是算是很重要的一个防守型球员哦。好，那再来下一名球员呢，在这个排名我实在是有一点点意外，就是我们的 Jeremy Lin 林书豪哦。那大家都知道 Jeremy Lin 呢，他现在其实在体系当中呢还是可以打的，尤其是配上 Curry 这种挡跑的阵容呢，我觉得还是蛮强的。但是由于林书豪呢，他在真实球员方面的数据呢，其实不是那么的理想，所以就导致他的排名呢会上升到 T1 的位置哦。但是我个人呢私心把我们的全台哥哥呢，还是要给他下放一名排名，让他不要这么的斜，好不好？大概摆在这个位置，我觉得是相当合理的一个排名哦。好，再来我们继续看 T1 还有谁呢？再来呢就是我们的风城玫瑰 Derrick Rose。 那 Derrick Rose 呢，相信大家也都知道，这角色基本上呢就是一个没什么用的角色，所以拿出来了，人家肯定会认为你是斜咖。再来就是我们的星海哥，这个毫无疑问也是一个斜咖，对吧？再来就是失落的各位观众，接下来精彩了！现在你看到下面这些没有被选到的，他们都是斜咖当中的佼佼者，斜咖中的霸主，斜咖中的斜咖。没有错，接下来这些角色呢，就是超级斜咖角了。基本上呢，只要拿出来，这个人他不是来搞的，就是来戳的，给他用力喷下去，对了，没有啦，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安啦，妹妹乖哈。好，那首先呢，这个角色呢会在这个排名，其实让我有一点点意外哦，也就是我们的四爷 Klay Thompson。那 Klay Thompson 呢，他在现实当中的数据呢，因为我们用的是本季的数据，而不是他生涯总平均的数据哦。那大家都知道，他本季的状况呢，其实相当的糟糕啊，所以呢，综合他在游戏当中的平平表现，我觉得呢，在 T0这个位置呢，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那接下来呢，各位看到的每一个球员，他是有按照这个斜咖分数来做评比的哦。所以各位如果看到最前面这一名呢，就是他的斜咖分数最高，他就是斜咖中的斜咖，斜咖中的霸主哦。下一名球员呢，就是我们的富尼耶。各位，接下来就轮到我们的斜咖排行榜的前3名了，究竟是 Jamal Crawford， 还是我们的 Morris Peterson， 还是我们的 Seth Curry， 谁是斜咖中的霸主呢？第3名 Jamal Crawford。 那接下来第2名，各位就是我们的好好先生 Morris Peterson。 看他这个人畜无害的表情呢，肯定是相当的斜哦，平静当中带有一点斜咖的感觉哦。啊，最后一个，没错，各位，恭喜我们的 Seth Curry 荣登我们斜咖中的霸主，斜咖中的斜咖，斜咖之王 Seth Curry。 不管是在生涯数据方面，或在游戏方面的表现呢，都是差劲到一个不行。所以呢，这个角色荣登我们的全明星街球派对的斜咖霸主，斜咖之王。那各位可以看到下面这几个呢，因为他们不是 NBA 球员所以我们就不做排名了。但是由于李梦这个角色呢，我们是可以从网站上面去查到他今天的体力、还有智力跟情绪的，所以我决定呢，要把它摆在我们的斜咖角色排行榜的上面一名，也是 T0的位置哦，把它摆在最后一个，应该不为过吧？好，最后呢，我们还是要敬老尊贤，红兽肯定要给他摆一个 T0的位置。说斜咖角没有红兽，那肯定是对不起红兽啊。好，那以下2个角色呢，我因为没有在用所以就不予置评了。那么各位，这就是今天这一期我们的斜咖角色排行榜啦。那么今天这部影片呢，就到这边结束了，大家拜拜，晚安，拜，妹妹跟大家说拜拜。